大家喽！今天我们要徒步的路线是以杭州的九溪公交车站为起点，先向北沿着九溪路走到杨梅岭，然后向东走满觉陇路逛吃，最后向南转向虎跑路，在虎跑公园装上2瓶虎跑泉水，乘公交回家。在上一次视频中，我们以杭州新西湖十景的云栖竹径和龙井问茶分别作为起点和终点，在五云山和狮峰间感受了古色和茶香。今天我们以另外2个新西湖十景九溪烟树和虎跑梦泉作为本次游览的起点和终点，将视角从山顶切换到流水中来。九溪景区位于杭州西侧钱塘江北岸，溪流源于龙井狮子峰和翁家山的杨梅岭，途中穿越青山翠谷，汇集了无数细流，所以又称作九溪18涧。杨梅岭古时盛产杨梅，传说宋代此地有一名姓金的老妪，种栽的杨梅味道特别甘美，远近闻名，被人誉为金婆杨梅。由于杨梅岭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，几百年来该村已经成为茶中精品狮峰龙井的产区。如今这一带遍布茶园，早已不见普通杨梅的踪迹，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。不过据说当地已经重新开发了杨梅岭果园，希望以后可以有机会做回名副其实的杨梅岭。水乐洞是满觉陇山腰上的天然溶洞，曾是一处被精心修饰的私家园林，现在是一处小众的避暑之地。北宋时，杭州知州郑燮来此游玩，面对这洞中有水、声如金石的奇景，有感而发，为其命名水乐洞。洞内2旁石壁上有天然琴声、听无弦琴等石刻。据说在洞内到处可以听见水声，但见不到水，直至洞口才会看见清泉如注。之所以用了据说，是因为我确实没听见水声。杭州西湖周边的山中隐藏着许多有趣的山洞，石屋洞就是其中之一。这里并非只有一个主洞，而是洞中有洞，洞洞相连。岩壁上还刻有许多石佛造像，每每行至洞口处，就能看到洞外阳光的照耀下光滑而陡峭的地面。在洞中行走也是深一脚浅一脚，有些低矮处甚至需要弯腰通过。整个过程充满了探秘寻幽的乐趣。我们最后一站来到了虎跑公园，便是新西湖十景中虎跑梦泉的所在地。虎跑之名也是因梦泉而来。在杭州，市民取虎跑水饮用已有上百年的历史。虎跑泉号称天下第3泉，清澈甘甜，与龙井茶叶合称西湖双绝。在还没有公交的年代，就已经有人每天步行几小时来此打水。直到现在，每天最早5点就有市民前来取虎跑水了。他们有拉推车的，有挑担的，还有徒手拎着几桶水步行回家的。美化在这里提醒大家，虽然取水免费，但是公园是要门票的。
大家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文明取水，量力而行。济公，南宋高僧，在杭州灵隐寺出家，法号道济，后转到净慈寺，圆寂后葬于虎跑。济公的一生惩奸除恶，扶危济困，虽破耶烂山，却自得其乐。有关他的传说大多生动有趣，而且极富传奇色彩，有的被编成书，有的被唱成曲，深入人心，脍炙人口。更有传说他是降龙罗汉转世，因此济公成佛后的尊号长达28个字。大慈大悲大仁大慧紫金罗汉阿那尊者神功广济仙师三元赞化天尊，集佛道儒于一身，堪称神话之极致。济公的一句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，给人们心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象，因此在济公殿中较之其他庙宇也更轻松自在一些，甚至在他的佛像前摆的都是酒瓶子。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句话的下半句是世人若学我，如同进魔道。对于我们没有活佛境界的人来说，还是应该做一个遵纪守法的文明市民。弘一法师名李叔同，是著名的音乐家、美术教育家、书法家、戏剧活动家，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。1918年，39岁的李叔同入虎跑定慧寺正式出家。那首传唱了近90年的送别，中文歌词就是由他填写的。传说唐代高僧性空也曾在这里居住，因水源短缺，本准备搬家。有一天，他梦见神仙告诉他，南岳衡山有童子泉，会派2只老虎移过来。第二天，果然看见2只老虎刨地作穴，石壁涌出泉水，虎跑梦泉由此得名。在中华大字典中对虎跑做了解释，以足爬地曰跑，也就是2只老虎用脚爪刨出了一个洞穴，所以叫虎跑泉。眼前这座梦虎雕塑可以看到性空禅师合着双目怡然梦中，希望我们也可以得到神仙眷顾，美梦成真呀！感谢订阅，祝你发财！